自从末世降临的第3天起，岳麓小区便迎来了真正的劫难。那天深夜，一切都很突然，寂静的夜晚被忽然响起的一阵紧急叫嚷划破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周遭的一切好不容易沉寂下来之后，深夜中电突然中断。不久之后，连自来水也无法供应，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开始崩溃，那些依赖现代科技的日常生活瞬间变得支离破碎。在这样的惨状下，一切都似乎按照预知的情节流转。我暗自感叹，末世的冰冻席卷着这座城市，而官方的支援已然变成奢谈。突如其来的停电与缺水，使得整个小区笼罩在一片深深的不安之中。而业主聊天群的消息数量爆表，满屏的求助与怨言都在指向着突然降临的灾难。坐在温暖的居所中，我看着手中的手机屏幕，心中不由得充满了感慨。百姓们的恐慌与彷徨，归根结底还是对未知生存环境的恐惧与不适。透过窗外飘扬的暴雪，我能感受到刺骨的寒风如同冰刃直逼肤感。但对此，我准备充分。海量的电池、燃油和食物，以及一空间中看不到尽头的物资，都是我存活下来的保障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原本简单的生活变成了奢望，而混乱与死亡开始成为时常话题。业主群里，林大妈面对无穷无尽的责问，显得异常焦虑。邻居们对于何时能够恢复供暖供电，心中充满了疑问与不满。林大妈的口中满是安慰与承诺，然而她也清楚，这是无法承诺的事情。面对孙子小虎对父母的牵挂与问题，她只得拼命安抚。与此同时，陷入困境的人们开始挣扎求生。林大妈的自私行径居然以居委会的名义索取物资作为手段，这卑劣的手段并未能逃过我的法眼。我对她的企图并不感到意外，上一世的经历教会了我，末世中绝不能轻易流露自己的保命物资。那天晚上，林大妈以希望换取信任的手段联络我，试图获取我的存货。我敷衍应对，回绝了她的请求。如此引发了林大妈愤怒的反应，但她的威胁与哭诉对我来说不过是无用功。我继续我的生活，在屋内暖气匆匆地玩起了游戏，食物与备用能源在这末世中给我以最大的安全感。房间内屏蔽了末世的寒霜，我沉浸在虚拟的世界里，享受着难得的宁静与自由。林大妈对我的威胁不过是泡沫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看着那些短信通知，上头又是她惯有的伎俩，似是代表官方，令人上交物资予以统一分配。熟悉的戏码以不同的面孔、不同的情境重复演绎。我看着通知，嗤笑一声。她的行为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心绪，在这末世的阴寒中，她的计策显得尤为渺小。而他与我的对话越发尖锐，我则没有丝毫回应的意愿，直至挂断并拉黑了他。而业主群内的争执与讨论此起彼伏，最终都是在不安的情绪之中找寻一线希望。同事王敏和孙志超等人的不满，都转化成了针对林大妈的愤慨，要求分配统一上交的物资。林大妈搂着自己的孙子，蜷缩在5层被子里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老娘辛辛苦苦骗来的物资，怎么可能给你们还回去？